本集是由 Vatora 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我上个礼拜去开盲场，所以声音有点哑掉，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好，我们没有意外的话呢 ，iOS 26.3 很快就推出了。虽然这次也算是大版本的更新，但其实没有推出什么特别的新功能，只有在基础的安全性跟效能的稳定性上面有做了一些调教。尤其是 iPhone 17系列使用者，我建议还是更新一下。那其他的 iPhone 使用者需要更新吗？看完这支影片，你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一次 iOS 26.3 最让我傻眼的功能，就是苹果在设定里面内建的一个移转至 Android 的功能。它的位置呢，就是在移转或重置 iPhone 的最下面。那以前 iPhone 是想尽办法想要把你留在它的生态圈里面，结果现在行李都直接帮你打包好了，你只要拿一台 Android 的手机在旁边 QR code 扫一下，照片、影片、讯息，甚至是电话号码，你通通都可以直接搬过去。但你以为苹果真的这么大方吗？不要想太多，苹果只是被欧盟的 DMA 法案逼到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应付一下，给了一些基本的移转功能。但像是 Apple Watch 的运动记录啦，新款 AirPods 的心率记录啦，还有一些加密的东西，它还是不会让你带走的。而且目前这个转移的工具还没有办法做到应用程式内容的转移。简单来说，你的 iPhone 里面的备忘录是不会自动变成 Google 的笔记的。那现在的这些功能呢，主要还是锁定在搬运你的照片、影片跟联络人，还有电话号码这一种基本的资料而已。再来，如果你是 iPhone 17或者 iPhone 17 Pro 的使用者，你一定还记得苹果终于在上一个大版本更新的时候解决了爆pin这个问题，对吧？那这一次的 iOS 26.3 的更新呢，苹果也没有忘记对这一颗 5G 晶片的效能进行深度的调教。不过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先借我们1分钟，感谢一下今天影片的赞助商 Vatora。你也爱用 MagSafe 卡包，但受够了厚重的体积吗？ Vatora 全新推出 Vatora Paper 超薄支架卡包，将 MagSafe 卡包大瘦身，最薄仅有 0.36 公分，重量只有30公克，轻松一吸，立刻贴合手机，不论拿在手上还是放口袋，都轻松自如。再搭配全新熔指钩设计，只要滑入手指，帅气一弹，瞬间单手打开支架，解放双手，进入单手模式，不用放下手边的饮料，就能快速单手展开，轻松实现单手打字，并给你3种高度调整握法，让滑动范围毫无死角。平时追剧、视讯也都是支架1秒到位。Vatora Paper 还加入全新卡槽设计，卡片、支架结构错开，维持体积轻薄，同时存放卡片，直接刷、抽卡刷都能快速感应。手机加卡包就该如此轻松有效率，极致轻薄，单指即开，单手支撑，追剧神器全都一卡掌握，就选 Vatora Paper 超薄支架卡包。这次 iOS 26.3 的更新，苹果把 iPhone 17系列搭载的 X80 晶片的数据机韧体版本呢，升级到了 1.40.03。所以只要你拿的是 iPhone 17系列的朋友，我强烈建议这一版一定要升级。它可以让你的 5G 讯号更稳定，网络切换的时候的延迟感也会降低很多。另外，苹果在隐私防护上面也推出了一个小功能现在在行动网络设定里面多了一个可以关闭精确位置追踪的功能。关闭之后呢，你的 iPhone 就会限制电信商去透过基地台的3角定位来抓你的精确坐标。简单来说，就是让这些电信公司只知道你大概在哪一个区域，但是没有办法精确的标定你在哪一个街角。不过呢，这些功能还是有一些门槛跟限制的。目前看起来只有配备 C1 或是 C1X 晶片的机型，像是 iPhone Air iPhone 16E 或是最新的 iPad Pro M5 才看得到这些开关。那这些功能呢，也只有在美国、德国、英国有配合的电信商才可以看到这个新的选项。所以我们台湾的使用者呢，就算升级到 iOS 26.3，在选单里面也是看不到这个选项的。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苹果从 iOS 18就正式支援 RCS 通讯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 iPhone 能够直接跟 Android 的朋友传高品质的照片、影片。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内建的讯息 App 变成了像 LINE 一样的即时通讯软体。现在你只要更新到 iOS 26.3 之后呢，苹果还在底层加入了对 RCS 端对端加密的安全性防护。这代表以后你跟 Android 的朋友传讯息，不只画质清楚，连安全性呢也达到跟 iMessage 一样的水准。你们聊天的内容，不管是电信商还是 Google 都没有办法偷看。不过很可惜台湾的电信商呢，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开放 RCS 通讯功能，所以基本上这个功能在台湾也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只能说，台湾的电信商，加油好吗？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欧盟限定了。为了应付欧盟的数位市场法案，也就是前面提过的 DMA 法案，那苹果在 iOS 26.3 里面呢，再一次被迫的把生态系的围墙给拆了。iOS 26.3 在欧盟开放了2个很大的功能，第一个叫做通知转发。我相信很多人都因为 Apple Watch 的续航力太烂，所以跑去买了 Garmin 或是其他品牌的智慧手表。但用第三方的装置呢，最麻烦就是没有办法像 Apple Watch 那样
完整的接收跟回复 iPhone 的通知。那现在更新到 iOS 26.3 之后， iPhone 上面的通知你终于可以完整发送到这些非苹果的手表上面了。虽然说苹果还是给你一些特殊的限制，像是你一次只能转发给一个装置，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了要转发通知给 Garmin， 那你自己本身的 Apple Watch 就完全收不到通知了，这个很苹果嘛，超故意的。那 iOS 26.3 在欧盟开放的第二个功能也很赞，叫做第三方配件靠近配对。简单来说，就是让第三方的耳机也可以跟 AirPods 一样，只要靠近 iPhone 呢，萤幕就会自动跳出配对的视窗，然后按一下就可以连线，我们就不用再去设定里面，再进去蓝牙设定里面去做连线了。那这两个功能是不是都超棒的？不过可惜啊，这个都只是开放给欧盟的 iPhone 使用者而已，我们这些其他国家的使用者就只能看苹果未来会不会佛心的把这些功能给开放了。然后最后一个更新呢，就跟每一个 iPhone 使用者都有关系了。iOS 26.3 呢，终于把锁定萤幕设定里面的天气与天文给正式拆开了。以前这两个是挤在一起的，那现在分开成两个独立的类别，找起来直觉多了。那天气桌布呢，现在会提供3种预设的选项。天文桌布呢，则是可以让你更直觉的查看地球跟太阳系的即时位置。而且苹果为了让隐私更透明，也把天气的动态桌布的定位服务呢给独立出来，可以让你自己决定桌布本身是否具备追踪位置的权利。那现在我们进到定位服务里面呢，会看到天气背景图片这个独立的选项，你可以选择定位服务的取用权限。不过讲到桌布呢，苹果往年都会在 26.3 加入全新的团结主题桌布跟表面来响应2月的黑人历史月。但今年2026年呢，苹果好像完全把这件事情给忘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新的设计。对于期待换一个新风格的朋友来说，今年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点小失望啊。好了，以上就是 iOS 26.3 的重点更新内容。说实话，这一次的更新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很多更新内容跟我们台湾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真正值得我们期待的其实是接下来的 iOS 26.4， 那个传闻已久的 Siri 2.0 会搭载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让 iPhone 变成一个真正能听懂人话，可以帮你处理复杂任务的 AI 助手。所以这一次的 iOS 26.3 需不需要急着升级呢？我觉得如果你对影片里面那些提到的功能有兴趣，那可以直接升级。但如果你觉得这些改变对你来说都还好的话，那我建议可以等一等，看这一周大家的灾情回报，确定没有什么耗电或是发烫的大问题呢，再决定要不要更新也不迟啦。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希望可以帮我按个赞，然后热推一下，这对我们频道的演算法是有帮助的。但也不要忘记订阅 Apple Fans， 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最快的 Apple 资讯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